贼老天，都1000年了，机缘没有就算了，怎么连条鱼都欺负我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快送我回去！又是一个空军了啊！牛啊，木桶里长出个婴儿。恭喜获得收徒就能变强系统，徒弟越强，你也越强，你的强来啦！顾源乖，爹爹很快就回来了。夫人快走，顾宗主遭李克山奸计陷害，已然遇害。贼党率兵闯府，欲斩杀少主顾源，还要强掳夫人逼驾。杀给！杀给！杀给！夫人，你们顺着这条小路沿溪流逃出去，我来拖住他们。保重。少主、少夫人，一路平安。宗主当年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待我恩重如山。今日我以命报恩，此仇必不相饶。说出那母子2人的下落，我可以饶你不死。我呸！宗主待你亲如兄弟，满心信任，你却为了夺取宗主之位，暗算谋害，狼心狗肺的东西，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一个将死之人还说这么多台词，所有人听着，全力追捕顾源，生前者重重有赏。遵命！杀给！东西给我拿好了呀！孩子，我只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长大。娘不能陪在你身边了，忘了仇恨，忘了顾家的过往，做个普通人，好好活着就好。我勒个雷！父亲惨遭谋害，母亲以身了结，这般命运何其悲凉！算了，顺水而行，随遇而安。以后我就是你师傅了。你姓顾，不过你这个名字不行，顾源，总是回头看，容易被不好的记忆困住一生。这样吧，师傅给你起个好养活的名字，顾一狗，怎么样？朗朗上口，接地气。不开口说话，就当你同意了。同意了，好，一狗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陈军的大弟子了。你放心，师徒一生一起走，师傅有2口汤喝，肯定有你2个锅洗。味儿真足。徒弟，给师傅把躺椅挪挪，要晒死了。师傅整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你平时还会干什么？还会看电视。师傅您在说什么啊？我都听不懂。您说过等我9岁了就教我功法的吗？我不是教了吗？你教什么了？除了砍柴切菜，我还会什么？师傅传你的那是劈柴剑法和切菜刀法，练好了大有裨益的。年轻人就是吃不了苦，浮躁。您还说我浮躁？你看看我手上的老茧，谁家小孩这样子？浮躁说的是你的心态。乖徒弟，师傅说的话你都要好好领悟，等你到我这么大就懂了。哼，你都1000岁了，普通人哪能活这么久啊？孩子长大了不好骗了。这样吧，师傅这儿有3文钱，你到村东头的卖酒里那儿买1壶酒来。不去，你又想指使我。我干完这单都要成果汁了。为啥？被压榨的。哎呀，我这一身老骨头好难受啊！命不久矣，我的徒弟也不孝顺，我这绝世广播体操要失传了。可惜喽，不是你的哟。哎呀，师傅放心，这点小事，徒儿马上替你办好。真的吗？包的。我们不说包，我们说势在必得。你看又急，跑慢点，记得把那棍儿也带上。知道了。老板，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拿上来。好嘞，未成年是不能喝酒的哦。我是买来给我师傅的。穷鬼喝什么酒？师傅，别睡了。鬼啊！一狗，快来救师傅啊！师傅是我啊。不好意思哈，一时没认出来。师傅你还笑？我被那个卖酒的打了一顿，他说3文钱打发要饭的都不够。他们打你，你还手了吗？我当然还了。卖酒里有2个打手，一个那么高的个子，一个那么壮的痞格。那你赢了吗？我赢了。你没赢，你只是逃了。我你用树枝保护了自己，那卖酒里可不是什么好惹的货色。
前几天还打残了一个偷钱的小贼。那我还挺厉害的。当然喽，师傅的砍柴剑法和切菜刀法哪里是白学的？不是师傅吹牛，你练会了这2套武功，打败强敌真的是轻轻又松松。哇，师傅你对我太好了，我一定会练好功法的，将宗门发扬光大。好，有志气。徒弟，为师这儿还有1两银子，你去卖酒礼那里买一壶酒来。师傅，你是不是睡懵了？师傅不会坑你的，让你去你就去。我不去，他都用马鞭子抽我的腿，我才不去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把银子给他看。不是说好要发扬光大吗？这就半途而废了。去就去，师傅这次别再坑我了。包的。我们不说包，我们说势在必得。走开，臭乞丐！来壶酒。哎呀，祝这位顾公子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发东南西北旋风财，长生不老，永远不死，爱你哟！师傅，我把手里的银子给他看，他笑得可不值钱了，还多给了我一壶酒。师傅，你长生不老是不是因为被这个卖酒礼祝福过？少信这种江湖上的鬼话了，你尝尝闻闻酒。哦，这根本就是水吧？我要找他讨个说法。浮躁，你有了1两银子，你应该去找更好的酒家买酒。师傅不愧是师傅。那时他年纪小，不明白师傅说酒又不是在真的说酒。等到他真的明白其中深意，桃花又红了9载，依旧每天砍柴做饭，做广播体操。这时候顾源已经18岁了。乙狗，快去开个门。少宗主，终于找到你了，属下来接你回宗门了。那天一狗和2位不速来客聊了很久很久，一狗也从他们身上了解了自己的命运。我得给师傅做饭去了，2位今日请回吧。少宗主怎能做这种粗活？属下可以代劳。不劳烦2位，我师傅挑剔，他连自己烧的饭都嫌弃，更别说外人了。那天一狗很不自在，而我担心的事终将发生了。一狗，你要离开了吗？师傅，血海深仇，不得不报，否则徒儿下了黄泉，无颜面对双亲。桃花山永远是我的家，待到大仇得报，师傅，徒儿会回到这里，日日烧饭劈柴，无怨无悔。山的外面有山，桃花之外更有桃花。一狗，你要追着天边的桃花远去了。师傅，若是师傅愿意，就跟随徒儿一起下山。功名利禄，富贵荣华，只要是我有的，就一定会给师傅最好的。我只要这里的桃花。这是一柄千年桃木剑，保护好自己。这是为师送你最好的东西了。师父不愿招惹俗事，倘若徒儿你有了难处，就修书一封。一狗这名字是我当年把你从澡盆里抱出来的时候，怕不好养活，取的贱名。如今你要成为少宗主了，名字就还给师父吧。师父珍重。从此世间只有顾源，再无顾一狗。师傅，你哭啥呢？又闹别扭？顾源哥哥去哪里了呢？王丫头，顾源他离开桃花山了。那他还会回来吗？或许吧。桃花山的桃花又开了，不知道师父可好。陈师傅，顾源哥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小子说他还在外飘荡，不会回苍玄宗，也不能回来。我看他是要和外面的姑娘私奔了，不回来了。迟早有天我会把他抓回来，门规伺候。一狗啊，这一年咋都没信儿呢？为师都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还有，你知道我这2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一顿都没吃好，饿死为师了。我要画个圈圈诅咒你！不许诅咒顾源哥，顾源马上就会回来的。哎呀，痛！这么大的门在你旁边，你看不见吗？为什么要翻墙进来啊？有陈师傅的信，这可是宗门加急的信哟。什么？陈军师傅，陈军师傅！我就站在你面前啊，
不会吧？陈军比顾宗主还年轻。顾源长得显老。师傅你多大了？我应该怎么称呼呢？叫哥哥太小了，叫叔叔太老了，叫妈妈性别不对。仔细想想，你应该叫什么？不逗你了，把信拿来吧。师傅，我这一年发展自己的势力，也结交了一些朋友。我的第一个目标是董良俊，这人是李克山的亲信之一，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。董良俊是金丹期的修士，实力刚猛。我蒙面与他交手过一次，落了下风，差点害了自家性命。希望师傅出山，拔除董氏势力。走吧，我跟你下山。小小之辈，也敢放肆！我留了他们一条命，但他们此生无法在运宫修行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我还好。江湖就是这样的。师傅，你来了。徒儿，近来可好？那一天，顾源书房的灯火一夜未熄，师徒二人进行了一场长谈，直到第二天中午，陈军才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师傅，徒儿一定会出人头地，千万倍的报答你。徒儿，师父只希望你平安无恙，远离纷争仇怨。交出顾源，我等饶你不死。哪有师父卖徒弟的？你们一起上吧。老大，他好厉害呀，我们会赢吗？会赢的。哟呵，还瞪眼，哪里的野狗也敢这么猖狂？你俩小屁孩看起来都没我血马大，狂什么狂？回答我。就是，没点本事收的徒弟也和师傅一样半桶水，就这点本事还想着报仇？大狗叫！等死吧你！买棺材吧你！别展示猪肝了。师父快避开！哦，攻击都被他躲开了。你太没有武德了！脚里藏毒气，来偷袭我这个69岁的老同志。代派不老铁，不好意思哈，一路奔波忘记洗脚了。敢伤我们老大，看我不把你们碎尸万段！万剑归宗！嚯！我已经废了你们的功法，留你们一条性命，赶紧滚吧。谢道长。山上的桃花开了，徒弟，我要归去了。师父想什么时候出来走走？我派人抬轿把你请来。师父的草鞋低贱，上不得高轿。走了。你听说了吗？顾源的师傅一剑压尽万宗峰。哎，我偷偷告诉你，你别告诉别人，顾源师傅一剑荡平全宗峰。哎，你知不知道顾源师傅一顿能吃掉一顿全家桶啊？我操，这么牛啊！不可能有人能单独吃掉一份全家桶啊！这天开始，顾源有个极其厉害的师傅在江湖之间传开，从那之后再也没人敢动顾源半毫。师傅咋又哭了？丫头又带什么好吃的东西来了？那你回答我的问题，我就给你吃。那个顾源哥他怎么样了？王丫头，莫再等了。顾源的心早已追着天边落花远去了。当真是他的心意？我知道了。顾源，你这般执念难放，终有一日年华老去，身边只剩孤身一人，再无相伴之人。外界都传陈军和顾源感情深度，顾源的敌人们想方设法的想分裂他们之间的关系，却一点也没用。陈军也从不干涉徒弟的决定，唯有一次，陈军动了怒。你年幼时，我带你踏遍山野，观桃花出绽，看草木新生，只为让你静心修心，吸纳山水灵气，养一身仁善根性。霍家满门18口，
老弱妇孺皆在其中。你的快刀落下之时，可有念及师父的苦心？为何我只废功法不害性命？徒弟，你要报父母之仇，要得宗主之位，我不拦你。但师父怕你与魔相斗，深陷泥潭，最终害得自己坠入地狱。师父，你太天真了。霍家之人阴狠狡诈，早已刻入血脉。今日我若心慈手软，来日埋骨荒野，让人祭拜的便是我。当年我顾家是怎么被他们屠戮的，弟子一刻也不敢忘。我也是身在襁褓的孩童，孩童会长大，会习得仇恨，会奋不顾身的报复。我深知这点，因为我就是这么一路走来的。师父，我已身陷囹圄，地狱在何方？我环顾四周，哪里都是地狱。那天，程池跟在陈军身后，只觉得他如同被荒草漫生的废园，过往的伤痛化作无尽杂草，悄悄侵占，吞没他原本完整的一切。回去的几年内，爱说笑的陈军忽然变得安静沉默，除了王丫头能和他说上几句话，他几乎整日闭门不出。苍玄宗的来信也再无踪影。又过了5、6年，断了许久的信件忽然续上了，从半年一征到2个月、1个月，直到最后几乎每个月都有。师父，听说苍玄宗换了主人，是一个姓顾的中年。唉，这小子这一年给我多写了许多信，都是说一些日常的琐事和小时候的事情。或许他也开始感受到孤单了吧。顾宗主快不行了！什么？师父，师父，我终于能回来。我养的桃花死了，我不会种。师父什么时候帮我看看？池塘的鱼被猫叼走了，那只猫徘徊几日，我没舍得赶走，现在是害了池中鲤鱼一家。师父来看看这只猫吧。你和这些毛东西一贯相处得好，我有在修善行，早年作恶多端，不怪师父弃我狠毒。我的鬓角今晨生出了一根银色，师父或许还是侯婉幼时的模样吧。待到相见那日，师父别错认了我。桃花终于开了，要是能见见师父就好了。顾源死后，陈军要把徒弟的尸体带回桃花山，但苍玄宗的人不答应。道长，这不符合规矩。有什么不合规的？你们把我徒弟累死了，现在还要把他留在这里镇山。这是顾宗主的遗愿。我已辜负师父的谆谆教诲，无颜再见。我死后就葬在苍玄宗吧。我不相信自己这罪孽深重的灵魂还能有来世。如果有来世，希望能与师父重逢。那时顾源不知道一句重逢，困住了陈军又一个1000年，害得另一人误了一生，一场师徒反目。师父，我回来了，所以这就是一狗的墓。啊！要叫一狗师兄。哼，你都唠叨了2个小时了，吃你家饭真难。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。陆云熙前朝皇帝嫡女，大将军李黎篡权，父亲兄弟皆被屠戮。嬷嬷战乱中与陆云熙失散，自此流浪至桃花山。事情发生在几天前，当时饿了好几天的陆云熙准备偷陈军家里的鸭来宰了吃，却被陈军当场抓到。你是不是想吃那只鸭？嘘，小声点儿。等一下抓到了，我给你吃个鸭腿。好啊，你竟敢偷我家鸭，我要把你送到大牢里。哎呀，你真小气，那我走就是了，快放开我。那这样吧，你当我徒弟吧。当你徒弟有什么好处吗？那好处大大的有，享受5星级待遇，包吃包住，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。包吃包住，至少不用挨饿。就是这个人怎么看起来傻傻的？好啊，快放我下来。你偷我家鸭子，以后就叫你二丫吧。我叫陆云熙，不叫二丫。好的，二丫。你得享受劳动才行啊，二丫。哼，什么5星级待遇都是骗人了，什么睡到自然醒，我每天起得比狗早，睡得比猪晚，我好苦啊！凭什么就只有你一个人在享受？浮躁，师傅那是在享受吗？师傅是在闭着眼睛天人感应，与万物齐一。你太年轻，无法参透其中的奥秘。哼，你又在忽悠我了。别不服气，当年你大师兄顾源
也是这么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走出来的。不是为师 PUA 你，你真是为师带过最差的一届了。说的好像你是苍玄宗前宗主的顾源的师傅一样。唉，都过去50多年了，不信你可以去问问城池。程宗主不久前仙逝了。哎呀，死无对证，要不我让他给你托个梦？免了，我受不起。为师送你几件礼物。给我的？不错，绝世功法。小橙子，这个字怎么念？师傅睡了。你该不会也不识字吧？为师不是不识字，为师只是看不懂。小橙子，我不会忘记你的恩情，咱俩就此别过。哎呀，为师忽然灵石一开，认字了。别骗了，再骗就不礼貌了。师傅的事儿怎么叫骗呢？你舍得走吗？你想想为师，想想你朝夕相处的锅碗瓢盆和斧头。嘿，停，不骗你了，为师真的识字，我来教你。当真？当真。小橙子，你又出神啦！从回忆中清醒，大梦一场。10余年过去，少女已是亭亭玉立之姿，一身月色，回首遥望。小橙子，看剑！还是小橙子厉害。嘴上夸人，半夜又要来刺杀我。二丫，想忽悠师傅，你还早着呢。唉，为师都后悔教你功法了。你这小丫头每日精力充沛，不肯钻研剑谱，就一直拉着我来陪练。为师多喜欢悟道的一个人啊，能躺着绝不坐着。当然这不是懒哈，你强迫我不得已，就想歪招，一个比一个狠，每天半夜潜入我房中暗杀我，拿我当陪练，你简直是个大孝子。谁让你这么懒的，都不肯陪我练剑？二丫是个性子野的姑娘，她不像一狗自幼跟随我在桃花山长大，她从山的外面来，她远远在眺望，她的心有一半始终在流浪。而我知道，二丫终有一天要离开，她和顾源一样，天生背负着使命。师傅，我走了。云溪，师傅永远都在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师傅叫我大名，很新鲜，但我感觉有什么在悄然变化。或许师傅的意思是，出了这道门，我就只能是陆云溪，而那个被师傅耍得团团转的二丫，留在了桃花山。小橙子，我真走了。二丫，别走！不走你养我！我养你啊！你还是照顾好自己吧。下山后，我化名王二混入李离军营里，开始我的复仇之路。为了赢得李离的信任，我不仅替他挡过刀，试过毒，几次三番贡献良策，但李离仍旧是不咸不淡的态度。小二人是真的很优秀，为何不考虑提拔一下他呢？我听着像是他有意接近你的。哦，是吗？你这个蠢货，你是怎么当上百夫长的？我也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干上来的。老舅，你出去吧。切，不提就不提，摆什么臭架子？仇人只有1丈之隔，但我什么都做不了。眼看着这场仗要胜利了，等到李离回了王城，要想接近他，更是难于登天。小二，你有什么难处，找兄弟我啊！偷偷告诉你，我就是李离。你也别愁了，我给你找点乐子。过2天将军庆功，当地的官要献一批美女来呢，跳舞特别美。我与舅说说，让你也一同参与呗。舅舅欣赏你，他会点头的。美女？他们住在哪个营寨？我说小二，你可不能乱起贼心啊！那些美女肯定是将军先。西边对吧？放心，我肯定让着将军。午宴上，这些舞女是地方献上来的，今晚却有一个格外美的。那美人面上遮着细纱，柳腰芙蓉面，踩着莲步而来。她的舞姿不如其他人那么纯熟，却因身段玲珑而别有一番风情。一舞结束，李离却等不及，要走了最美的那个舞女。回到营中，李离格外清醒。你是陆氏的人，皇族陆氏，陆家的人瞳色要比普通人颜色浅，
换做他人或许看不出，但我太了解你们全族上下。当初为了把你们一族赶尽杀绝，我找来所有瞳色异常的人，扒开他们的眼睛，一个一个确认，一个一个杀掉。有没有错杀的呢？或许有吧，但又如何？可惜啊，即便如此慎重，尚有一条漏网之鱼。长公主殿下，微臣真是没有想到会与您在如此场面雄逢。先皇泉下有知，恐怕也要长叹一声了。他受尽酷刑也要保护的女儿，竟是这般蠢钝，自投罗网。可惜可惜呀！老头，你说完了吗？说完就上路吧。可惜，只能用天雷符了吗？此符一发，没有回头路，和李黎要一并下黄泉，连灵魂都将碎裂，没有来生。小橙子再见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自己技不如人，可惜没有能为陆氏复仇，可惜最后一个皇室的血脉就要在此凋零。你们啊，不是可惜，而是可悲。徒儿，不哭不哭，多大的事，不是说了吗？师父永远都在。我以为那是你不要我了，你都不出山。你这不是理解错了吗？我是让你有事找师父，你硬扛啥呢？哎呀，有了一狗的前车之鉴，我怎么心就一直悬着呢？二丫一走，我怎么就一直坐立难安呢？去找找王丫头吧。陈师傅，你有心事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不太适应。你的心可不在这儿，就像50多年前一样。我教的都是什么徒弟？一个两个整天想着往山的外面跑。山外面有什么好的？纷争、仇恨、尔虞我诈。山外的人惯会骗人。人呐，年轻的时候曾梦想仗剑走天涯，看一看世界的繁华。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。如今你四海为家，滴哩滴哩滴噔哒。会不会偏题了？桃花山啊，美得不似人间的一方土地。这里的山水和人太过干净纯粹，山外的游人不忍心把外面的因果带来，侵染这一方净土。他们总是说等等再等等，一切结束了就回到这里，再也不惹俗事。你的大弟子和二弟子，他们都是山外的人，那山外的姻缘难解呀。我家最小的那个孙儿，今年离开桃花山去镇子上了。小孩子心野，跟着师傅学手艺去了，非要出人头地。唉，家里多他一副碗筷，又不是揭不开锅了。外面苦啊，师傅严厉，犯错要敲他手心。我呢，腿脚坏了，但是心里念他，一宿接着一宿睡不着。后来呀，我就让他爹借了邻居的板车，拉着我到了镇上。见我的第一面，孙儿就哭了。远行的人哪里能不想家呢？他回不来，只好我过去。我这把年纪了，能有几天的活头呢？见一面就少一面啊。所以师父，他不是贪恋山外的风景，他只是无法归家。从那之后，陈军便离开桃花山，开始寻找陆云熙的踪迹。多年前，他也是这样轻装离开桃花山的，而后便出现在陆云熙的前面。你是何人？与陆氏余孽有瓜葛者，一并有罪。丫嘞丫嘞，把你给忘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你们一起去陪葬吧。打完了没？该我了。风。小橙子，他怎么了？五感全失，你要他死吗？师父可以代劳。你想放走他吗？不，小橙子你别插手，剩下的我来。小橙子本不属于凡间，不该招惹世俗，都是因为我
才让他招惹了凡尘。小橙子，你快回去吧，桃花山的花要开了。云溪，你要平安快乐。我会的，小橙子放心。我没有杀了李黎，我用蛊毒控制了他，利用他帮我把军中的地位夺下。同时我也联系到我父亲这一派的势力，要他们重新助我夺回皇权。这丫头最要强了，总是报喜不报忧，轻描淡写几行字，背地里不知付出多少心血，忍了多少肮脏的勾当，才换来她要的势力。不要勉强抢自己，累了倦了，就来找师傅。师傅不懂权谋，但师傅可以让反对的声音消失。小橙子，你还是这样，所以我更不能把你牵扯进来。杀了我吧，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。你杀了我的2个儿子，3个兄弟，连一个外姓的孩子都没有放过。陆云溪，你还要怎样？我不恨你。你说不恨我，你怎么可能不恨？你怎么可能不恨？你是饱受欺凌的前朝公主，把我李家上下有罪的、无辜的，你一个都没放过。你说你不恨？我不恨你。若是恨，当初在军营里，我就不会放过你。仇恨是一种会让人失去理智的情感，我不恨。你和我是同样的人，这条路注定越走越狭窄，一生孤凉。你可千万别回头。这样就两清了。前朝遗孤也敢肖想皇位，何况你还是个女子。李将军虽死，他扶的小皇帝还坐着龙椅，你想动他，先问问边军大兵。那你们觉得现在盯着那把椅子的人只有我一个？不想流血的人就站远些。小皇帝是傀儡，杀他容易，但杀完之后，宗室、藩王、边军都会反。殿下推演过多少种可能？32700种，只有一条路走得通。要流多少血？我不介意多破1次剑。何时动手？今晚。小橙子，小橙子，救我！云溪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云溪，云溪！我已经失去一口了，我不要再失去你二丫。小橙子，云溪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怎么见到你了？还是说我已经死了？别瞎说话，师傅在呢，不会让你有事的。这就是我要的，这是我想要的吗？我想要，我究竟要的是什么呢？徒弟，不管你想要什么，为师都会为你取来。师父，我要皇位，我要天下。好，给我1首歌的时间。快跑！这是霸王色霸气！这是什么怪物？真是被资本做局了！老马，老马！那一天，桃花仙人再度出山，为了自己的徒弟。那惊鸿似的身影，如一场幻梦，让在场的人深陷梦中死去。陛下驾崩，立前朝长公主陆云溪为新帝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你方才无事，还是害得小橙子走到了这一步。威胁云溪的势力都消失了，我也该走了。那天的血和尖叫总是在梦中出现，每晚都被惊醒，睡都睡不好。还是先不回桃花山了，走远些，也许就能忘了。地位至高，却从非易事，攻城夺羽不过一时，守御苍生才是一世之难。你当常入俗世，体察万民冷暖，洞悉人间疾苦，方能坐稳这江山，当好一代帝君。好。姐姐，我肚子好饿。再忍忍，姐姐去给你摘果子吃。姐姐，你看那边有个人静静躺在树下，他会不会已经不在了？当真可怜。若是已然离世，我们便将他好好安葬，让他入土为安吧。唉，
你们干嘛呢？我只是睡了一觉，怎么就要被入土为安了？姐姐，我们把他救活了耶！那就带我们去吃大餐吧，就当做救命之恩。没错，就这样。你们救命就是把人埋土里吗？姐姐，我要吃大餐，带我们去嘛，带我们去嘛！我去，2个小无赖，走吧走吧，带你们去。喂，慢点啊！三土四堆，你们的父母是何人？我爹原本是村里教书的先生，后来生了重病，我娘跑了，剩他一个孤苦伶仃，长夜更惨。地主家的小妾生的儿子被大老婆欺负，饭都吃不饱，自己逃出来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若有半句假话，就不给饭吃。假的。银票哥哥，我叫陈军。陈军哥哥，我姐姐带着我流浪许久，吃了不少苦。若是无法收留我们2人，可否只留下姐姐？你乱说什么？让我弟弟留下，我走。你们2个感情真好，我都感动的哭了。那你要收留我们了吗？我将用最直接、最直白、最客观、最真实、最简略、最不绕弯子、最一针见血的方式告诉你，你们2个都得走。大热天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降温，去暑，免得你们上头。异想天开什么呢？2个小骗子。我们走，让他自己在银票堆里面发烂吧。还没过年呢，不用说些吉祥话，但我爱听。我们有手有脚，自食其力。放心，姐姐不会让你饿肚子的。这么好，不会是骗子吧？哟，这不小土和小堆吗？你又不读书，招什么书童？谁说我不读书的？我可有学问了。那你为何不考取功名？考不上？我不考状元，那是因为我不喜欢。小姑娘，别瞧不起人。当今圣上知道是谁不？当然知道，她勤政，她爱民，她身为女子，却有丝毫不输男子的智慧谋略。如今朝廷内外清明太平，都是她的功劳。离开陆云熙的这10多年，我也听了很多夸奖女帝的话，每次听到，我都会停下来认真听。银票，你是不是要哭了？我招书童，不招眼神不好的。哦，许是我的错觉吧。所以你为什么突然问起当今圣上？没什么，忽而念起爱徒罢了。你是说你徒弟是？长夜，我们走。脑子不好的主子，咱也不能跟。三土和4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，原因无他，只是因为我给的实在是太多了。太冷了，加点热水。太烫了，放旁边凉凉。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10多年没见我弟子了，我想他了。女帝，骗哥们儿可以，别把自己骗了。喏。哎呀，银票，你怎么对我们这么好？姐姐，我也要。因为过期了。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好心。嗨呀，师傅带你们见见世面，即日起北上，带你们去见见二师姐。我们如何进皇宫呢？当然是翻墙喽。推开，师傅只演示一遍，看好了。你的墙来了！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老腰哎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哎呦！小橙子来了，怎么不提前知会我？该不会是女帝真是他徒弟吧？银票太会忽悠了，连女帝都信了。喂俩小鬼，我就不能是真的吗？小橙子，你还是这么幽默。来时没想那么多，倒是给你宫里的人添乱了。不错不错，皇宫的确护卫森严。罢了罢了，都下去吧。小橙子，你先和我过来下。他们是你收养的小孩吗？嗨，路边捡的。那2个小孩都是魔。哦，看出来了。魔族心性会随着年龄增长，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。现在他们尚未成年，看着乖巧。若是等成年之后，本性便难预测。什么？他们现在竟然算是乖巧？魔族的恐怖之处在于未知，他们狡猾、凶狠，大多数带着一种纯粹的恶。我怕你在他们那儿注入太多感情和精力，最后只有伤心。那位大师兄和我一样，清醒地走入复仇的泥淖。失望的师傅曾经一度不肯见他，而他的早亡又让师傅陷入痛苦之中。我不想让他再重蹈覆辙了。小橙子，
要是你最初遇到的不是我就好了，但我从来不后悔遇到你。就算你有朝一日会懊恼怎么收留过我这样城府深又恶毒的徒弟，我也不悔，到死都不悔。怎么了？有刺客！这2个小孩是……这都亏了你呀！我？你当时留给我的书信，第一次让我站在寻常百姓的视角来审视世间百象，所以我便开始了微服出访，亲身体谅民间百态。陛下，臣等上书请求您留后，已经第7次了。我心里只有国事，没有私事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。可江山总要有后人承接。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人，你们不必再劝。那陛下打算……我早已安排妥当，往后江山自有后人承接。妈妈，快醒来！我们拿到药了，快醒过来！我们走吧，妈妈的。不，妈妈只是睡着了。孩子饿着了吧？先吃一个垫几口吧。老人家，此地究竟是何缘故？为何街边随处可见冻饿病死的百姓？这2年饥荒闹得严重，我们这块又是无主之地，时常发生战乱，百姓民不聊生。我的孩子也战死沙场，我的妻子前些日子也病死了。安葬她后，我便再无牵挂。本打算去中原地区投奔亲戚，路过看到这2小孩，觉得可怜，便把这2馒头给他们。苦啊，这么小就失去父母了。老人家，这是一些盘缠，你拿去。姑娘，谢谢你的好意，这些钱太贵重了，我都这么老的一把骨头了，时日也不多了。你把这些钱拿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吧，我箱子里的干粮够我走到中原了。你们跟我走吧。可惜现在是夏天，不然真想看看腊梅开花。大人，现在还没到花期呢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这又是哪里弄来的？现在正值盛夏，哪里能有腊梅开？徒儿，你心中所求的真的是这些吗？自那之后，桃花仙人的话越发少了。直到这天，陈军给几个孩子讲起了关于鹅的故事。你们坐好认真听，下面是个阅读理解题，谁能懂这个大白鹅的想法，师傅就给谁糖吃。耶！银票快讲吧。从前有座桃花山，山里有个桃花观，桃花观里有个桃花仙，桃花仙人养了一只大白鹅，仙人不舍得吃它，活了200多岁，任由它每日欺猫斗狗，渐渐长成村中一霸。后来村民带回一只小母鹅，自那日起，大白鹅便满心牵挂，终日守在小母鹅左右。它将大半吃食分出来，叼到鹅笼之外，静静相伴，看着小母鹅缓缓进食。时日一久，小母鹅羽毛渐密，身形也慢慢饱满圆润。大白鹅静静望着亲手喂大的小鹅，它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了。后来小母鹅在村子里消失了，只剩下一具空落落的鹅笼，或许被转卖，又或许……大白鹅接连几日食欲不振，仙人也难过，便放它去外面散心。7日之后，大白鹅归来，重新振作精神，好似之前无事发生。没过多久，村里又来了一只小鹅，仙人有意阻拦它前去，大白鹅却偷偷去往，依旧分出半数吃食，温柔相待。小橙子，大白鹅那几日看到了什么呀？它找到小鹅了吗？那只鹅什么都没看到，它没有看到它的小鹅，也没有看到别的鹅。在桃山上的边缘，一片鹅毛都没有，唯有一片花瓣落在它身前。花瓣并不美丽，它想凋零和离别既然是在所难免的，至少让它在某一刻路过那朵花的绽放。而此刻仙人想着大白鹅外出锻炼这么多天，肉质肯定很饱满，然后就把它烤来吃了。大鹅好可怜。喂，你分明是不想给我们糖吃，什么叫把鹅烤来吃了？故事哪有这么随意的结尾啊？鹅不会说话，站在落花下的是仙人吧？那日过后，陈军的心情神奇地变好了，而之后发生的这件事却让他成为了阶下囚。真的要走了吗？你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吗？我想出去走走了。你要回桃花山了吗？没有分享的义务。来人啊！
要叫人把我抓起来吗？没有告知的义务。这个人看得白白净净的，这几天受到的待遇也很特殊。之前听说将军有个癖好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了。不该问的别问。可恶！等我拿到将军的把柄，你还敢这样对我？嘿嘿，你犯了什么罪？从实招来。是偷心的罪。我骗你的，耍我是吧？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别急，知道你们牢头为何不让你多嘴吗？因为啊，我上头有人。有人怎么了？你说的那么厉害，还不是被关了进来？这地方关不住我，但暂时被关住比较好。银票，那个人也太坏了！小图、小队，这地方简直不是人住的呀！又脏又乱，狱卒还欺负人，我是一天都活不起了。可恶，这人怎么比我还无耻？探视的时间到了。银票，我回去就好好吃饭，把他国库大米都吃光。将军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远迎。退下吧，我有事和他说。将军来了之后，晚上便让人搬来了好酒好菜，还有棉被衣服。你之前说你偷了一个人的心，有吗？有，肯定有，我记性好着呢。你说的那个人，该不会那个人就是将军吧？皇上，退下吧。小人领旨，即刻告退。我很早之前就想，在桃花山之外的地方，你我师徒会面是怎样的一种场景？师父觉得眼下如何，与你心中所想，可是差得远了。我与明月一墙之隔，与徒弟亦是一墙之隔。云溪啊，我们什么时候生出了这道裂痕呢？现在立在外面的是我的徒弟，还是天子呢？天子如何，弟子又如何？已是泾渭不分，无亲无浊了。近日大雪连绵，不宜赶路。小橙子，待春暖花开，你再归去也是不迟。师兄的忌日到了，为何执意回山？我们师徒相别10余年未见，师父，徒儿上有许多旧事与你相续。云溪，师父问你，你如实答。若师父要你现在随我回桃花山，你会答应吗？陆云溪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。他是帝王，他已经和权力共处了太久，占有他，也在被他侵占。桃花山的日子恍如隔世，让他归倚，不低于度过一次轮回。你看，你有你的皇宫，师父有师父的桃花山，你不会离开皇宫，为师的归属也永远在那片山。师父是长生的仙，而我只是一介凡人，我终究会走在师父前面。你又为何不能陪伴我度过剩下这一生？云溪，不是师父待你残忍，陪伴是容易的。我能守着一株千年花开，自然也有耐心陪你走完余生。那，但你心中所求，真的止于相伴吗？师父能为你做很多事，但师父也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。我终于明白了小臣子温柔下的克制。在桃花山上，我求取秘籍，他便倾囊相教绝世功法；在军帐之中，我欲手刃仇敌，他便将仇人送给我，任我处置；在道光战火之间，我立誓不再受半点欺凌屈辱，他便亲手扶我登临万人之巅。地位、权力我都有了，为什么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只觉得四周空荡？我看见万家灯火，唯独看不见自己的影子。我总算知道了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是什么？我要你的眼里只能有我一个人。就这样。我要一颗完整的只属于我的心。云溪，师父永远都在。你幼时孤苦无依，师父陪在你身旁；你出山闯荡，四面皆敌，师父守在你身后。如今你功成名就，安稳无虞，往后师父便安心留在这桃花山，静静伴岁月终老。你的心就像这山门，向来对所有人敞开，从来都不会只为一人独留。这世间牢笼，困住的从不是里面的人，终究是站在门外放不下的我。来人，开门，放帝师回家。银票，皇帝怎么肯放你走的？嘘，我是从牢里逃出来的。那我们岂不成逃犯了吗？我怎么就从乞丐变逃犯了？身份怎么又变成民级民以下了？全场唯一真预言家，信我就完了，他不会派人来追捕的。既然你有这个本事，为何今日才逃？我这么一个讲究人，
自然是要挑选良辰吉日越狱。你听听看，自己说的是人话吗？所谓良辰吉日，自然是他甘心放我离开的时机。师傅，道理我都懂，就是你屁股怎么是肿的？啊！不说不说！左脚踩到门框，对本王不敬，拖出去重打500大板。饶命啊！可恶啊！就知道你这个丫头还是这样，太坏了！陈军人陈军，你被捕了！唉，动画片看多了吧你？发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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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回到桃花山，第一件事便是带着3土4堆前来给他们的大师兄扫墓。这就是你们那位传说中乖巧听话的大师兄了。他可是出了名的，饿了会吃饭，渴了会喝水，下雨知道回家，还会自己上厕所。师傅，有这么夸人的吗？3土4堆，不得对师兄不敬。我错了，银票。不过说到底，人生结局不过一抔黄土，早晚我也得埋在师兄旁边。哦，长夜也一样。说的有理，那待会儿顺手多挖2个坑备着。师傅，这儿是空着的。这位置是留给你陆师姐的。见过大师兄了，你俩先回去吧。啊，这就赶我们走？小橙子，我不过罚了你几板，你就这般记仇，要给我立碑？这坑难不成也是特意为我备的？既然来了，干脆躺进去，刚好帮你量量尺寸。我才不要！别这么小气，你也可以克我的，咱们礼尚往来。今日是顾师兄的忌日吧？我还记得，幼时每到这天，你都会独自上山，从来不许我跟着。我后来偷偷跟着你来过几次，次次都会看见你在师兄墓前喝得酩酊大醉。一狗，我先干为敬，师父不孝啊！啊，不对，师父好孤单啊！来，再敬你一杯。原来师父也有这般痛彻心扉的时候。大师兄离世约莫40年后，你才收养了我。一晃多年，你终究还是没能走出来，这便是长生的代价吗？我来的路上还在猜想，如今的小橙子站在顾源墓前会是何等模样。看来那份伤痛与你已然淡了。算不上淡化，回忆这东西本就万般难言。一狗刚走的那几年，每每想起没能见他最后一面，我都痛不欲生。后来那些满心懊悔与遗憾慢慢沉淀，我反倒时常想起一狗在桃花山相伴的那16年光景。我总会想起当年在院中练剑的一狗，想起他次次跟我拌嘴拌不过就蹲在高门槛上赌气的模样，还想起他刚学说话时开口第一声不是爹和娘，偏偏换了声师傅。还记得那日午后，木盆顺水飘来，一狗笑得眉眼弯弯，见牙不见眼。岁月向来去臾存经，到最后留在心里的竟全都是美好的过往。小橙子，往后你也会这般思念我吗？我只愿那一天来得越晚越好。正因为你万般皆好，我才始终无从释怀。银票，快撤！皇帝亲自来抓人了！喊我做甚？小橙子，看来小师妹不大喜欢我。你是不是背地里说我坏话了？师傅才不是这种人，绝不会在背后议论别人。还是4堆懂我从来都是当面直说。你可真有脸说。我在山中暂住了1日，时日虽短，却也解开了与3土和4堆之间的误会。我弟弟对修炼向来十分认真，立志要把师傅的本事尽数传承下来。那你呢？小橙子也收了你做弟子，难道你就没有半点志向吗？我跟银票说他徒弟命都不好，我本漂泊无运，不敢太认真，怕都活不到终老。我们心中有所求，桃花山从不留杂念缠身之人。你一无所求，反倒能长久留在这里。小橙子应该带你见过顾师兄的墓了吧？我一直想不通，银票是长生之人，徒弟终究会先他离世。顾师兄逝去，他满心伤痛，虽然他不明说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为何还要继续收徒呢？不然又能如何？有新徒弟，
便有新故事。新故事化作新记忆，层层交织相融，小臣子的人生才得以丰盈斑斓。若是长生之人只困在往事里，一遍遍追忆沉溺，未免太过可怜。你的身世并不平凡，别紧张，我并无质问之意。大师兄与我皆有各自的秘密和使命，我想你也一样。但你好在还有选择，下山与否，小臣子不会拦你。可你要清楚，下山之人可就再难归山了。怎么不多住2天？再住几天，我怕忍不住放火烧了这山，逼迫你跟我回王都。师傅，我走了。小臣子大笨蛋！算了，小臣子天天开心。我想这次应该是不会再见了。我知道我对师父愉悦的感情只会与日俱增，骨子里的偏执迟早会驱使我做出过分的事。相见正如不见，有情何似无情？如是，便一别两宽吧。变，继续大变。融合成天！姐，这是师傅！师傅，你干嘛咬我啊？不好意思，把自己当成可爱的小猫了。喵。师傅，虽然你被姐姐打了，不过你还是太厉害了，我怎么都学不会这招。眼道一事最为繁复，此术能让施术者化身为受术者心中最渴求或是最畏惧的人与物象，借此获敌制胜。没事儿，比不上师傅不丢人，毕竟师傅是千年难遇的天才。你要是不会安慰人，就少说2句。那咋了？实话还不让说？你学不会这最后一式，会不会和修炼对象有关？银票的心像块实心铁坨，没什么可畏惧，也没什么可求的。原来是这样。什么这样那样？哎呦，师傅的心也是肉长的，别听你姐姐胡言乱语。弟子知错了，师傅。现在很晚了，长夜，你先去睡觉吧。现在不是大早上吗？让你去你就去。哦。弟弟身有顽疾，还望银票想想办法。我愿为你当牛做马，报答恩情。你一个小孩，当牛当马做甚？安心做个小孩子便好，其余的不必操心。四队的旧疾总是在深夜发作，短则1宿，长则7日，只能这样不断将灵力注入他周身穴位，才能稳定病情。让我来吧，师傅，你休息会儿。平日练功偷懒也就罢了，这种时候你要拿你弟弟的命去赌。姐姐，我去找师傅练剑了。长夜，你病刚好，先别急着练剑。病？我什么时候病了？跟我去山里捡柴火。可是我想练剑啊，捡柴多没意思。捡完再练，走吧。姐姐，我们下山捡树枝吧。长夜，你不许下山。如果你下山，我一定会跟去。跟去是为了把你弄死，因为你下山就会背叛，会打碎梦境，会让他伤透了心。那时我的年纪尚小，暗自埋怨姐姐太过专断。后来我才懂，这话既是预言，亦是结局。冬去春来，岁岁流转，转眼这2个小孩都成年了，但是怎么还是天天除了吵架就是吵架，打扰我睡觉。沈长夜，山下有什么好玩的？安安稳稳在家练剑看书不好吗？不去就不去，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？怎么师傅带我们下山就可……银票怎么办？别担心，我会有办法的。嗜睡之疾由因繁杂，需病人亲自前来问诊。掌柜何时来铺子转转？嗜睡顽疾极难根治，在下才疏学浅，寻不到医治之法。此嗜睡之症，怕是先天病根所致。掌柜何时铺子转转？全是来铺子转转，都串通好的是吧？我有解法，过来见我。唉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你要离山？吵醒你了。本来也没有睡意。四队的病容不得耽搁，他近来昏睡时日越来越久，我怕再这样下去，总有一天会一睡不醒。此番远行，归期未定。三徒，你和四队都要安分保重。师父放心，
山中诸事不必牵挂，我定会照看好长夜。你还是没明白，为师是要你也顾好自己。我能有什么事？这些年在山里不都好好的吗？罢了，不多絮叨了，免得你又嫌我啰嗦。我走了。别人远行见情人，而我却是见仇人呢。你醒着。姐，山的外面有什么呢？问的什么废话？你幼时不就在山外漂泊流浪？那也是许久以前的事了。我们来桃花山这么久，我都快忘了山外是什么模样。你想下山？师父把我们护得太好，那些孤苦飘零的岁月早已淡去，如今只剩这一方安稳桃源。所以呢，这般安稳有什么不好？可我们太过弱小，倘若有一日师父染病，若是有人毁了此处，谁来护师父？谁又能守住这片桃源？睡吧，长夜。这些事等你病愈之后再想也不迟。客官这般走心，是要见哪里的情人？不是见情人，是见仇人。切，又有个穷鬼来了。大掌柜来了，二掌柜在里间候着您呢。这看起来20刚出头的年轻人，居然是大掌柜！有眼无珠，不识贵人。哪个贵人穿这么便宜？差不多得了，带我去见他吧。这边请。夏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舍得离开你那小破山了？什么叫破山？夏寒，你注意言辞。别乱动，越动勒得越紧。捆仙索，好啊，夏寒，你现在玩的是真变态啊！竟然对救命仙人用上这等厉害的法器了，快把我放开！你那徒儿一时半分死不了，你先别急，不如在我府中暂住，由我亲自招待。哼，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。本仙人事务繁忙，没空在此闲坐吃喝。唉，我年岁渐长，记性越发差了。救治你徒弟的法子，旁人同我说过，现在竟半点记不起来了。我吃还不行吗？别一脸的屈辱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我都答应了，快把我解开！这个嘛，不行。你变了，你小时候都不这样的。我这是拜谁所赐呢？我与夏寒的恩怨纠葛要追溯到多年以前了，大概是顾源7、8岁那时候。那时的夏寒不过是我路边随手捡到的一个孩童，亦或是说一只蛇妖。喂，别讹我啊！你晕倒，那我也晕倒。唉，太麻烦了。家里已经有个弟子了，要是再来个身世不明的小孩，我还要不要过以前那种潇洒自在的日子了？你看，你我本素不相识，我将身上银两尽数给你，也算给这场萍水相逢一个了结，这般如何？真是麻烦。罢了，帮人便帮到底。我给你寻个安身之处，往后就别再来纠缠我了。这孩子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先生放心，我夫妇2人什么都有，就是膝下无女，定视如己出。先生将来可还会来看他？不会了。那他若问起身世，就说他本就是这家的孩子。在夏府岁月安稳无忧，我却从未忘却你的救命之恩。我四处打听你的踪迹，只得知你是隐居山中的仙人。待到成年那日，我便辞别夏府，独自前往了桃花山。初到桃花山真美啊，而我辗转寻了你许久，却见你正陪着弟子嬉闹修炼。我在远处静静凝望了数个时辰，你可知那时我心中在想什么吗？我在想，终有一日把你那破山上所有的破树都砍了。这跟树有什么干系？夏寒，你分明是迁怒于人。倒也没多大关系，只是我看着不顺眼罢了。顾源也就罢了，陆云溪身为前朝皇室公主，身上麻烦本就多。你嘴上说着不愿招惹是非，转头却收皇室遗孤为徒，是吗？呵呵，他偷了我家鸭子，我总不能轻易放他走吧？
此香来自魔域，名为返魂，连燃3日能抑制仙人气息。这是什么味道？跟个粑粑似的。你身上的仙气味那么重，进入魔域怕是会被直接生吞活剥。我也是为你着想。魔域？你要带我去那种地方？你小徒弟莫名嗜睡，是个别魔族成年前的半生异象。若是置之不理，他便渡不过成年，就此长眠不醒。解救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，须得配一剂特殊药方。什么配方？横宫鱼之，刚好过几天魔域会出现。姐姐，师傅呢？你都不记得了？他下山为你寻药去了。又给师傅添麻烦了。银票说了，让你不要瞎想。少主，不要再来了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让你换装，你怎么换了女装？你不会有什么特殊癖好吧？我去，不早说！你也没问啊。哎呦呦呦呦！夏掌柜，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孟管事，近来生意可好？托您的福，全靠夏掌柜这样的贵人多多关照。不知这位是？随从而已，不必在意。夏掌柜往日来千灯楼，随行皆是男子，今日怎带了位美人？美人还戴着面具，倒是神秘。不亮身份不可登楼。孟管事，这千灯楼的规矩我没记错吧？你说，这规矩不能坏。夏掌柜，还请让你身旁之人摘下面具。妈呀，大姐，我就长这样。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话邪门不？哪有人长着个面具脑袋？算牛算牛！两位，唱楼马上开始了，要不先进去瞧瞧今天的稀罕货？那便劳烦孟管事安排。夏掌柜客气，二公子意下如何？哼，速速带路。什么？沈公子，我都说了，我就长这样。怎么做到的？施了点小小的戏法罢了。那还有必要穿女装吗？哎呀，人家会害羞的。丫的就是有怪癖。上有瑶台镜，下有千灯楼。楼中有3禁，请诸君细听：一禁燃点丝灯，违者罚万金；二禁同室操歌，违者永不得入；三禁仙人登楼，违者凌迟千刀，封魂所破。禁止仙人登楼，你早就知道吧？富贵险中求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何非要逼着你熏上3日香？那就是违规的仙人吗？不，这个是帮助仙人进楼的供饭。不细看到也罢了，越看越觉得像你我2人被吊在上头，真惨。别感叹了，东西拿到就快跑吧。第一样物品，寒玉骨，起拍价100斤。寒玉骨是什么？仙人的胫骨。接下来就是仙人的手、鼻子、耳朵。停！我怎么像块猪肉一样落到了砧板上？忍忍吧，马上到我们要的东西了。下一件拍品，横宫鱼之，起拍价200斤，1000斤。7号阁出价1000斤，有无贵客跟？1100斤。36号阁出价1100斤。横宫鱼脂虽稀罕，却也有市价可循，就算被炒到顶峰，也从未逾1000斤之数。想来这36号客人是急需此物救命，才不惜出这般高价。此番怕是已被他稳稳拿下了。1500斤。何人会糊涂到花1100斤买下此物？我看那人未必真心想要这鱼脂。若真是这般，恐怕不得不走到最后一步了。什么是最后一步？最后一步得靠你了。我？7号阁主真的和36号主杠上了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可不是吗？这一块小小的鱼脂竟然能炒到2万斤之高。由于最终价已经是起拍价100倍，现在开启撞连环，双方各派出一个侍从来把位于暗处在莲花灯点燃。1炷香的时间内，谁点燃的灯最多，即可得到该物品。既然双方准备好，那便开始。上吗？上吧，皮卡君。会成功吗？那边去！加拿，有意思，让我来会会你。你果然是仙人，而且还真是个美女。我们是不是有点暖胃了？是有点暧昧了。
别跑，美女仙人！这个疯子！二公子，到此为止吧。哼。撞灯时，他有对你讲过什么奇怪的话吗？他认出我是仙人了，还有我能感觉到他理智上很讨厌我，但一看到我，他就失去了理智。你是真逆天啊！我不理解，但我深受震撼。你被香薰了3天，按理来说是不会被任何魔族察觉出属于仙的气息的。莫非是你上厕所不洗手吗？这叫什么话？正经人谁往这上头瞎琢磨啊？不过这件事算是糊弄过去了。我好奇的是，小夏你竟然会武功。小时候练了几下广播体操，是不是没想过，从未被收入到你门下的我，居然会些功夫？入我桃花山有什么好处？到头来只能跟着我一起清苦度日。你嘴上虽这般言语，心底却从不这般想。桃花山本是你的福地，亦是你一生牵绊。我算明白了，你的弟子皆是过客，唯有青山亘古常在。我心中一直存有疑惑，当年你决意救我，为何却不肯带我同回桃花山？夏寒，我常言说，个人有个人的修行，就像顾源会成为我的弟子，而你被夏家夫妇收养。算了，反正你也不说实话。做我的弟子又有什么好呢？命途多舛，一生颠沛流离，究竟是徒弟命苦才找上我，还是遇上我方才变得坎坷？若不曾受你们通天本领，只做安分平庸之人，是否便能安稳顺遂，平淡走完余生？是啊，一晃许多年了。当年那个被我背进医馆、奄奄一息的孩童，如今已是我寥寥无几的至交。山河不足重，重在相逢难得，知己难觅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会这般轻易就放下了？曾几何时，那一场阴差阳错的初见，一念心软，便令他于桃花山外悄然结下一段姻。徒弟是徒弟的姻，知己是知己的姻。没想到缠绕在我心头多年的纷乱心结，就这般被一语悄然解开了。远在天涯那位偏执帝王终会醒悟，仙人始终仍是仙人，恰似山间皓月，清辉遍洒凡尘，却绝不会为一人独亮。与其执着做苦苦逐月之人，倒不如趁此番凉夜清景，举杯对月，把酒共酌。师父怎么还没来？我每天都来这里等，就是等不到。不行，不能太兴奋，要克制。师父，你回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今天会回来？我昨晚梦到的。三图，安心，师父回来了。师父，我会好好练剑的。我平日也没严苛逼你们姐弟练剑，怎的梦里还念叨这个？好好练剑，才能一直留在师父身边。大师兄不在了，二师姐又是凡人，我不想再让师父难过。我要下床，我痊愈了。你不准下床乱窜，以免在身子弱的时候风邪入土，再次病倒。不行，我要偷跑。都说了要好好休息了，师父你还带他出来偷吃。不听话的下场就是没饭吃。姐弟俩和我在山中又度过了几年平安无事的时光。三土练功依旧没有天赋，可恶，还是不行吗？而四堆却学会了我教他的全部功法。哈哈哈，成了，成了！他更是无师自通，独自创出一册剑谱。少年宛如幼兽一般，拼命汲取一切修行养分。不行，我还要学更多。师父，你能传授给我大师兄和二师姐学过的功法吗？别太过贪心，师父所教本就最适配你。四堆，练好这2招，便足以所向无敌。怎么？我的眼道还不熟练呢，每次连结都迷惑不了。眼道是我传授他们2人功法的最后一式，除这招以外，四堆其他都会。三土恰好相反，唯独只会这一招。徒儿，你不熟练不是因为天赋不行，而是因为你不懂人心。人心？我……尝尝，炒熟了没？姐，你又拿我试毒！别瞎说，姐姐怎么会如此歹毒？这2人又开始了，这次肯定又是四堆被气走。还是看看我的美景吧。三土，你想过回魔域吗？魔域的人一直来找你吧？天境谷的人这几年陆陆续续的来了几波，每次都是一个目的。请少谷主回魔域，重振天境谷。我力不能及，请回吧，不要再来了。
天境谷并未彻底没落，只是分化成了两派。如今掌权的并非我父亲旧部，而他们找上我的目的也很易懂，我不过就是枚棋子罢了，本就不愿下山，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倒不如留在山上，免得徒增麻烦。看来沈归宁有不想说的事，罢了罢了，不提了。银票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看我的故乡吧。好。快从你那破山出来吧！你徒弟一手立的太子要逼宫了。禀报太子，女帝沉迷长生不老之术，荒废政治，岂有此理！痴迷邪术，将女帝打入冷宫。简直荒谬！若是她要长生不老，何必费力外求？陈先生，你果然来了。太子，何故绝情至此？我把陆云熙关在那里，你去吧。你来了，怎么不过来？师傅，你瞧，这件旧衣我一直好好收着，几处被利器划破的地方，我寻了巧手绣娘缝补妥当，是不是半点看不出痕迹？还和从前一模一样，哪里还回得去从前？衣已非旧，人亦难再如初。云溪，你清瘦了许多。宫里送来的膳食味道倒还可以，只是我近来没什么胃口，懒得动快罢了。既然不愿留在此地，不如随师父一同回山。小橙子，你还肯放我回山吗？当初离别之时，我可是立誓要烧了你的桃花山。师父准了，想烧就烧吧。小橙子，能给我讲讲山里的事吗？好啊，山里桃花又开了，那两个孩子整日拌嘴，你说他们何时才能真正长大？村头王丫头不知第几代后人，又添了小孙子。满月那日，还特意送来一篮红皮鸡蛋，托我帮着祈福。光阴一晃，真是过得太快了。山中日子清静自在，哪像这深宫，只剩沉沉木气，半点鲜活气息都无。云溪，和师父回山吧。师父，我还有没做完的事。何必再勉强自己？你早已付出太多。你是和太子联手了一出逼宫大戏吧？就算想助太子登基，也不必做到这份上。本就还有别的法子可循。是戏，也不是戏。云溪，我立的这个太子够狠绝，我没看错人。先不要说话，师父找药给你。师父，没用的，这毒早已下在膳食里，日积月累，如今积毒已深，任什么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了。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？太子向来深藏不露，可觊觎那至尊之位的又何止他一人？我年岁已高，身心俱疲，本就需要一位继承人接手大业，太子本就是最佳人选。我怕他担不起这江山重任，便特意设下一场考验。凡人寿命终有尽时，长生恰好成了最好的由头。我便借着这个由头编造了这般谎言。太子私下里那些筹谋算计，我心里看得一清二楚，却始终未曾阻拦。这场博弈旷日持久，我在经历了无数次的明枪暗斗后，成功的失败了进入这幽僻的深宫。我也终于可以脱下这龙袍，做回真正的自己了。我在这里白日吃下的皆是下了药的膳食，夜里便掰着指头细数自己还能余下几日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师父，我怕你为我频频伤心，我既盼着你永远记得我，又情愿你早早将我忘却。云溪，你……师父，我想回山里看看了。好，师父一定带你回去。小陈子，你放把火把这里烧了吧，最后再帮太子一把。云溪，你真傻。快救我娘！原来这冷清的宫墙内，还是有为云溪伤心的人。元安26年，宫中走水，现任太子继位。朕的天下，年号建兴。吾皇万岁！云溪，你看，我们团圆了。走，我带你回去看看。他们姐弟二人早已安歇睡下了。小橙子，让我下来。这里的星星还是这么多。走吧，小橙子，我要你带我去个地方。儿时总觉桃花山辽阔无边，那时最大的乐趣便是探寻山野的边界。在此住了数年，将山中每一处角落都熟记于心，反倒觉得山渐渐小了，
心底也慢慢生出了下山入世的念头。山很好，师傅也很好，可山外总有一道声音在心底呼唤，凡尘俗事未了，我又怎能贪恋此间安逸？于是我终究还是动身远行，离开了桃花山。尘世漂泊，我无知己相伴，也不敢与人倾心相交。陆云熙，你可后悔离开桃花山，后悔离开师傅吗？后悔啊，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。人心向来贪婪，总想两全其美，庙堂的权位，江湖的安逸，我全都想要，可到头来终究没得选择啊，师傅。年少时，我贪恋权势在手的掌控之感，总觉得山野太过狭小，那时又怎会甘心重回山中？如今想来，那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妄执念。兜兜转转，我终是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土。原来这青山竟这般辽阔，人到青山归去好，青山曾有几人归。小橙子，就是这里，拐个弯就到了。难道他是要去那里？看来我的记性还不错。小橙子，放我下来吧，我去跟大师兄说说话。师兄，你我虽素未谋面，但相见之日已近，还望顾师兄往后多多照拂。若有来世，只求能投个安稳好人家。师兄啊，三师妹和四师弟可比咱们当年懂事多了，好歹一直陪在师父身边，安稳度日。咱们16、17岁时，整日在外四处闯荡惹事，到头来还得劳烦小橙子出山，替我们收拾那一摊子烂摊子。师兄啊，我仔细想了想，你还是别带我投胎了。就算重来一世，我怕是依旧活得糊涂，难改本心。小橙子，快把我安葬了吧，这一方土坑总算有了归处。我曾常常暗自思量，待我离去之后，你会不会念我几分？毕竟这一生，我终究做下了太多错事，如今一切都值得了，总归有人不会将我傍怀。你可还记得我们初见时的模样吗？记得，我都记得。远道不可思，素昔梦见之。有些事从一开始便注定了。不再依赖师父算长大吗？算师父没用。桃花红，柳色清，鲤鱼上滩，念无一身飘零远，袅然去，飞蓬中所归。云溪，云溪，云溪！小橙子，我是个好孩子吗？是个好徒弟吗？是个好皇帝吗？是。真好，那我现在终于可以谁都不是了。师父，我要你永远记得我。好啊，你竟敢偷我家鸭，我要把你送到大牢里。哎呀，你真小气，让我走就是了，快放开我！那这样吧，你当我徒弟吧。小橙子，往后你也会这般思念我吗？师父，我走了。小橙子大笨蛋！师父，我要皇位，我要天下。好。陆云熙，你可后悔？后悔离开桃花山，后悔离开师父吗？二丫，回家了。这一生，我当过公主，当过帝王，可我最想当的，从来都是桃花山里的二丫。桃花红，柳色清，鲤鱼上汤，春水拍岸，念无一身飘零远，袅然去，袅然去，飞蓬中所归。走吧。师父，我下山啦。还活着，想哭就哭吧，这里离墓地很远，他和他都看不见。师父在徒弟面前哭很丢人的。那我转过去，不看你。没关系，反正时间总会治愈一切。骗骗徒弟行，别骗自己。我现在说顾源2个字，你不难过吗？你的水晶吊坠出来了，看吧，没必要劝自己遗忘，难过的时候就哭，
能哭出来，说明你还是个人。感觉你好像在骂我。别多心，就事论事。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万一真修炼成没有七情六欲的老神仙，那我可要跑路了。最起码我看起来还是20多岁。但你的心已经荒芜了。要回去了吗？不难过了吗？难过，但他得以归家，与我已是莫大的宽慰。下山后虽然恢复了往日的作息，不过我每天不是被长夜乱飞的剑吓醒，就是被归宁胁迫起床用早膳。唉，斯人已逝，生者如斯啊！以后我午睡还是去桃花林吧。这深山老林的，怎么有只大黄鸡在这晃悠？莫不是成精了？哪个不长眼的乱丢垃圾？我的桃子掉了，能不能帮我递上来？喂，小子，咋傻了？太可怕了！我刚才好像死过一次一样，这地方怎么妖里妖气的？你莫不是从魔域来的吧？我这桃花山乃是清秀仙山，仙气缭绕，怎会透着半分妖邪之气？上来玩玩。这不好吧？树枝折了怎么办？把心放肚子里，这棵老树年纪比你都大好几轮，结实的很，摔不着你。尝尝味道如何？甜吗？甜。我10几岁就四处云游，跟你说，魔域的风光和人间差得太远了，还是人间最好。俗世红尘，万家灯火，最是暖心。哦，小道士，你整日守在这深山里头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跟着我下山闯荡，四处潇洒快活。都怪师傅管得太严，半点自由都没有。那个姓陈的，不仅把咱们少谷主囚在山上，连你这般心性纯粹的少年也一味苛待，行事比妖魔还要霸道，真是个畜生啊！你们那位道长可真不是人，你说他坏不坏？把桃子还给我！喂，干嘛？又不是说你，你急什么？我不跟你玩了，你太没素质了。这聊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骂人呢？银票摘够了就下来吧。他是谁？少谷主，我可算见到你了。你师父在哪儿？我这就替你去向他讨个说法。人不就在这儿吗？哪里呢？就是我。你怎会如此年轻？我是仙人，不老不是很正常吗？我照着画像找的，这哪里是同一个人了？喂，这画的太抽象了吧？认清了就回魔域吧，我是不会离开桃花山的。那我要留下。这是何苦？看你的脸色，也不是很情愿。谷里的人逼我跟你成亲，我自己回去怎么交代？我不回。和谁？还能有谁？跟你啊！不关我事啊！不关我事，可别扯上我！这是哪个老登出的馊主意？我爹，你叔叔，你爹那派的好几个亲信，还有……你是真敢说啊！行了，你瞎凑什么热闹？我爹说我没啥本事，生来就是吃倒插门这碗饭的。好家伙，能把软饭硬吃的这么理直气壮，你爹也是个人才，简直无敌了。他说的你就信？我本来是不信的，但我转念一想，说不定我真有这方面的天赋呢。所以呢，你现在有没有迷途知返？有的，我感觉倒插门确实不错。你非要留桃花山做什么？我爹特意派我前来，本就是为了打消你们一族的戒心。若是他私下派人来暗中监视你我，偏偏发现我不在场，那岂不是反倒生了隔阂嫌隙？不管怎么说，我今天铁定要留下来。你还是回去劝你爹争权上位吧。我们这一脉早就大势已去，势力没落了。倒是你们苏家联合那位叛徒一同夺权，反倒还有几分翻盘的指望。我也是这么劝我爹的，但他不鸟我。反正回去还要被踹出门，不如就留在这儿。其实是你自己想赖着不走吧？要不容我说句话，好歹我也算这山的主人，往后在山里所有开销我全包了，成交。银票，你很缺钱吗？为师图的不是钱，是缘。那夏寒呢？小苏，我家还蛮大的，晚上带你去康康。军哥，不要啊！军哥，你找个能躺的地方就睡吧，也不早了。不给我安排个客房啊？你当这里是客栈啊？先凑合凑合吧。你凭什么住进这里？我为何不能住？你师父亲口应允的，你又算老几？敢过问？不许提我师父的名字！年纪不大，规矩倒是死板得很。
打不到，打不到！住手！你们都住手！不要再打了啦！好一个摇头晃脑！今天我非要改了你这倔脾气！就你会开大招啊！来，看看你实力。哦哟，还不错嘛，来吧，上！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黑弹！仙人不愧是仙人，一招就把我的黑龙13法之万剑合一之黑龙附冲给挡了。你的技能名字好长，别夸我了，准备赔钱吧。喂，都是你把我们的剑气弹出去的，是吗？赔钱，然后罚站去。你搞什么飞机？又不是我先闹事，凭什么跟他顶一样多的碗？你们2个半斤8两，明天天一亮把房子修好，都听见没？听见了。好一个星空顶。少谷主，你爹姓窦，你为何姓沈啊？难道你不是你爹亲生的？闭上你的破嘴！我自幼被一位沈姓秀才收养，便随了他的姓。哦，那我自然是跟我姐姐姓。你俩长得也不像啊，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吗？不是，他是我捡来的。你还怪眼熟的嘞，就在嘴边，怎么也说不出长得像谁。我还以为你能憋出什么惊天大秘密呢。就这，我是真看着你有点眼熟。在山里住的这几天还习惯吗？这地方像自带一股魔力，待着人心特别安稳。对了，我听少谷主说，你在桃花山住了1000多年了，天天看一样的山水，就不觉得看腻吗？如何会腻？风景再好又怎样？一年四季就这点光景，千百年都没变过。换我早看腻了。所以你才不属于这里。人说万物有灵，万物和人一样，也在一呼一吸之间生长、更迭、衰老和消亡。你所见的，不过是生灵历经几番蜕变后留在世间的一副躯壳，而我能感应到的，是他灵魂深处曾经炽热燃烧过的那团心火，是那些热烈、盛大、蓬勃的时光。不愧是仙人啊！看来仙人领悟1000年才参透的道理，也不是我一朝一夕能够看破的。我知道你有你的目的，难道被他发现了？我当然有，但与其说是我的，不如说是我爹。我就不点破它了。你瞧瞧这流水，就算有巨石挡路，也照样往前潺潺流淌，不是靠外力就能强行改变的。就算用石头把它全堵住，它也能找到缝隙，一点一滴，早晚都能冲破阻碍往前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你也会像这溪流一般，对前来阻挠的外物一概置之不理？并非如此，我要做的是那西岸。西岸？我想做那西岸，任由溪水穿行，落花随波漂流。只是如今的我，终究还是力有未逮。太阳要下山了，我先走了。我也该走了。什么味道？是血气，混杂着妖血与魔气的味道。究竟是谁竟敢在仙人世界放肆作祟？当真是胆大包天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手脚干净些，莫被察觉了。那位仙人的感知向来敏锐之极，这也能被他撞见？你不向师父告发我？为何要告发？你是魔，我也是。我明白你在做什么。看不出来，你在陈仙人面前伪装的倒是滴水不漏。以你如今魔化的程度，本该早已显露魔性，还能一直稳住凡人模样。想必暗中耗费了不少心力吧？此事绝不能让我师父知晓。你很在意他，你师父是仙，你是魔，你本就不该拜在他的门下。我没得选。你姐姐于修炼毫无天分，素来无心悟道修行，拜入陈仙人门下，只求安稳庇护。你既有雄心抱负，就不该在这桃花山虚度光阴。我正是为了留在桃花山，才这般拼命修炼。啊！你身上竟有一半凡人血脉，难怪我总觉得你的气息格外怪异，远不如沈归宁那般纯正。原来如此，你师父是长生仙人，你姐姐又是纯魔之身，一样拥有悠长寿命。可你是半魔，寿数反倒连寻常凡人都比不上，真脏！我是唯一不洁的存在。
但我必须不负一切代价达到目的。你比你姐姐更值得扶持，这些吃的再多也没用。你想要更快魔化，就乖乖听我的话。敢来吗？走上这条路可就不能回头了。等等我！怎么，还是做出选择了吗？我没得选。走吧，一会儿师傅该察觉了。回来了，正好来吃梨子。陈先生，咱来分了这个大的梨子。不行，真小气。分梨，梨是不能分着吃的。死堆，这个给你。好。长夜，你随我来。小时候一直都是我牵着他，将他护在身后，而今我们之间却隔了这么远的距离。沈长夜，你是不是背着我和师父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？你现在不回答，就永远也别回答了。姐，你别问了。总之，我绝不会伤害你和师父。不会害我们，所以你就要害你自己，是吗？我这个没血缘的弟弟还是长大了，不能像小时候那样看穿他的心思了。我知道你背着师父私下做了不少小动作，我不知道他看穿了多少，但以他的修为与感知，必然早已有所察觉。长夜，我们的寿命和仙人相比，无论如何都是短暂的。当年是他救下一无所有的我们，我们如今能做的，便是在这朝夕相伴的短暂时光里，别再让他心生伤痛。师父虽是世外仙人，却有血有肉，心怀温热，从来都和其他人不一样。归宁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想永远待在山里，永远被师父保护。你这是执迷不悟。执迷不悟也好，一意孤行也罢，无论你如何责怪，如何劝我，我都要离开这里。我走了，归宁，师父那边就劳烦你替我跟他道别吧。你还记得小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不记得了，我们曾经聊过太多太多。我宣布，我唐已找到了在外多年的少藤主。恭喜少宗主归位！三图啊，咱收到夏寒的邀约，刚好来凡间过个中秋。你看看有想买的就买了，为师出钱。哦，好的，师父。要花灯吗？小长夜要是看到这个，一定会很高兴的。不知好歹的家伙，竟敢偷到本少爷头上来！这次暂且饶你一回，若是再有下次，定饶不了你。我们走。三图，想什么呢？他不喜欢兔子花灯吗？也许再不相见也好。我与师父本就不是一路人，当初本就不该上山，不属于我的，终究强求不得，哪怕是捡来的。你怎么跟上了？人怎么突然多起来了？吓得我以为你走失了。你不喜欢兔子造型的，还可以买别的吗？你喜欢什么样子的？师父买给你。说真的，我也不喜欢那兔子，嘴歪眼斜的，丑兮兮。师父给你买个狮子花灯，看着多威风。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没事，师父，不是说要买灯吗？快点快点，买完回去吃饭。哦。你都多大年纪了，还喜欢这些小孩子喜欢的玩意儿？不是给我的，这就是拿来哄小孩的。你那个徒弟有点实力，居然能糊弄到幽冥堂的老堂主，成了他现在唯一的儿子。魔域幽冥堂与天境谷乃是世仇，可你这三徒弟偏偏是天境谷老谷主的遗孤，你这般安排，当真妥当吗？好与不好，从来不由我决定。于他们而言，我不过是半路闯入他们人生的外人。倘若你这两个徒弟日后反目成仇，你又打算如何自处？我不知道，这怎么猜得到？我还是等他们换个话题我再来吧。三图，你还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倒是有一处，只是时隔太久，不知如今还在不在了。这有什么好纠结的？寻路之事包在师父身上。
师傅，我们不说包，我们说势在必得。好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别看了，看也没用。从桃花山走出来的人，从来就没有再回去的。你有你自己该走的路。当年老仆人带着我逃难到这里，早已精疲力尽，是沈秀才出手救下了我们。他为我取名归宁。他说捡到我的那日，山河流离，身世浮沉，便盼我此生远离颠沛，岁岁归安，一世安宁。没过几年，老仆人就走了，往后便只剩我和秀才相依为命。他教我识字观星，带我去山上认哪些是毒草，哪些是药材。别在我身上浪费这些东西了，我清楚自己的身子。这些都是我自己上山采的，不值什么钱。秀才，你别心疼，快喝了吧。秀才体弱多病，我为了给他治病，自学医术，甚至亲身试药。可人生向来如此，拼尽了全力，到头来也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秀才，秀才，归宁，秀才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煎药，不会有事的。早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可真当它来临的时候，我心里还是怎么都接受不了。归宁，我有话跟你说。秀才，你说，我在听。秀才临终前终于告知了我的身世，他说这是老仆临终托付，自己不能违逆。可他又不忍心看我卷入恩怨仇杀，只好再三劝我放下仇恨，安然度日。归宁啊，爱有尽情，恨却无穷已。冤冤相报，何时才是尽头？秀才，秀才，你醒醒啊！后来我被村里一对夫妇收养，秀才把毕生积蓄全都交给了他们，他们才肯收留我。我寄人篱下，在那家里活得像个下人，整日伺候着名义上的爹娘，就这样熬日子。直到有一天，要不是咱们悄悄毒死了那秀才，哪有这小丫头乖乖伺候我们？就是她一把年纪了，本就早该死了。等过些日子，就把这丫头卖到青楼去，咱们还能白赚上一笔。那是我第一次生出恨。人贩子上门的那天，我毒倒了他们3个，我的恩人埋葬于此，我的仇人也埋葬于此。师父，你是至善之人，与你相处久了，我几乎都忘了来时满心的仇恨。可我修行太浅，恨与爱过往纠缠，终究还是无法彻底释怀。桃花山的日子真好啊，那是我这辈子最轻松安顿的几年。我常常在想，若是能就那样在山上待一辈子，该有多好。想着等我和长夜双鬓斑白之时，还能陪着你在院中安享岁月静好。若是长夜当初不曾下山，你从何时起知晓死对的真实身份？从我遇到他的第一天起。我以前就猜测三图早就知道死对的身份，但是没想到居然这么早。他竟然一直带着仇人的血脉在漂泊流浪。沈长夜的母亲是当年名震王都的歌女，可惜深情错付。当时她抱着体弱多病的孩子，想要去魔域找旧情人，却在半路奄奄一息。临死之际碰到了路过的沈归宁，便托付她带着孩子去幽冥堂。命运就是如此的戏剧。从那以后，我就一直带着她，有许多次我都把她丢在路口自生自灭，可每次又忍不住的回头寻她，她总以为是我迷路了。直到遇见你，我真的尽过所有努力劝自己放下，而我也几乎要成功了。别再说了，三图，不能再说下去了。对不起啊，师父，我本不想把这些陈年恩怨、满心纠葛都强加给你。我心里清楚，大师兄和二师姐的离世对你来说是多大的打击。我本不想再让你被往事牵扯，伤得更深。可世间之事从来都难两全，自古忠孝难以兼得。没想到复仇与报恩，竟也是这般无法共存，左右为难。秀才和你很像，他不希望我复仇，你也是。你们是我这一生中遇到的唯二好人。
我当初拼了命想留住秀才，如今也只想长久陪在你身边。我想复仇，也想报恩。我整日辗转思索，始终寻不到两全之法，只能向前去复仇，再来好好报恩。若是你愿意，就等等我吧。我本不愿拿自己的恩怨琐事来烦扰你，想必长夜也一样。可世事难料，总有万一。为了防备这不可预知的万一，师父，我想向你求一个承诺，也请你给长夜许下一个。待到他日，我与长夜跪在师父门前，恳请你兑现承诺之时，再由师父你来亲自定夺。秀才院中的梨花开放时很是动人，银票若是我赶不及，到时你来带我看吧。还会再见吗？三图，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。师父，保重。三图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？三图啊！计划早在我的脑海中成型多年，只是过去不想执行。目的明确，我一定要用最短的时间搞定。我愿意当一枚听话的棋子，只要能让我坐上谷主的位子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这些人并不知道少女的实力和决心。5年了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您还有什么计划吗？这5年来，我一步步肃清谷内各方势力，弱小的直接铲除，势力庞大的便慢慢拆解，暗中分化。如今在位的谷主，正是当年勾结幽冥堂，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元凶。所以，明白了。今晚月圆之夜，谷主要外出办事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杀之。你这是要造反？哼，上！就是你勾结幽冥堂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那咋了？饶我一命吧！我给您做牛做马，以后您就是谷主，可以吗？多可悲啊！我父亲当年那般信任倚重的部下，到头来竟是这般无勇无谋、不堪一击的庸弱之辈。终于成为谷主了，只要再完成一个目标，我就能回桃花山了。下一个目标就是幽冥堂堂主谭渊，让幽冥堂在这个世界永远的消失。谷主，老堂主谭渊病死了。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呀！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。沈归宁挥退所有人，在自己的房间内关紧门窗，谁也不见。足足过了3日，他回顾了这几年来他盘理清楚谷内的各方势力，一路杀红了眼。沈归宁从未想过，原来自己也能做到这样狠毒决绝。经过诸多波折，有过几次差点丢了命和被属下背刺的经历，沈归宁终于坐上了谷主的位子。没有人知道那3日里面，他到底走过了多少的痛苦。直到3日后的一片清晨，沈归宁从屋子里面走出来，仿佛变了一个人。都3天了，谷主怎么还没出来？不会嘎了吧？去，别瞎说，谷主肯定在里面偷吃好吃的。走吧。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？灭掉幽冥堂的大方向始终没变，先除掉现任新堂主，再顺势全盘吞并整个幽冥堂。是是。谷主，幽冥堂的新堂主摆宴，邀请您赴宴。姐姐，谭渊是我除掉的，帮你报仇了。什么时候能一起回山里呢？我想师傅了。过几天我要摆宴，你一定要来。姐姐，好久不见了。装得真好。如果不是我查出来曾经有几次暗杀就是他指使的，恐怕真要信了他的鬼话。那我们还去吗？去。
我倒要看看他搞什么鬼。听说天境谷也换了新谷主，是个行事果决、性子狠戾的小女娃。可不是嘛，看着柔柔弱弱，眉眼温软，真要是动起手来，半点情面都不留，杀伐决断的很。天境谷全员大换货，面貌大变，眼看就要重回昔日巅峰了。确实，听说幽冥堂也给天境谷递了邀请函。对啊，他们可是世仇，你们说他们会来吗？啊，沈谷主，沈谷主肯来我幽冥堂，我等荣幸之至。你我之间的恩怨纠葛，本就不该牵扯到他。我原以为这是你我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。我本来也不想打扰，但是我想你们了。沈长夜，你和我的恩怨不要把他牵扯进来。你把我叫过来给你撑场面就罢了，让他来又是几个意思？让他看我们姐弟相残吗？你为什么要继承天境谷呢，归宁？我选择回到魔域，为了克服寿命的限制，为了变得强大，为了保护你和师父。你为什么也要回来？在桃花山时，我便知晓天境谷与幽冥堂似有仇怨，却始终不知其中内情。直到我接手幽冥堂，翻阅藏书阁古籍，又独自在后山陵墓伫立整夜，才彻底明白两族的恩怨早已是世代积攒下来的纠葛。我越是理解，就越是感到痛苦，越是无法原谅我的父亲抛弃我们母子这件事。因为你选择回到天境谷，我本想着只要你不肯认祖归宗，等幽冥堂覆灭天境谷，我便放下这里所有牵挂，重回桃花山，陪你和师父安稳度日。春露与天花，花动一山春色，本该是我们安稳相伴的日子。可你的选择终究打碎了我所有美梦。原来你还想过回去，可早就回不去了，沈长夜。你我之间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我们早就都没得救了，可你为何偏偏要把师父牵扯进来？他本就该远离我们这满身恩怨的烂摊子，本该置身事外。由你我二人决一生死，分个胜负便够了。就算我再怎么作恶，也不会伤害最重要的人。我请师父过来，我只是想见见他。我跟你说不到一处去。这两人拌嘴，好像回到了多年前一样。你不去劝劝他们吗？没事的，像以前一样，一会儿就没事了。还打吗？师父，好好的宴席，搅成这个样子，你们……师父，是徒儿的错，都怪我们二人不好。罢了罢了。那竟是他们的师父，幽冥堂的堂主和天境谷的谷主，竟然是一个师父。难道他真的是仙人？别跟我讲话，我正在气头上，也许会骂人。算了吧，银票，别为难自己了。只能说你的素质有待降低，骂人你是学不来的。哎呀，你这是瞧不起我喽？那师父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词汇量。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突然发觉你一点也没变，真好。聊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咱都专挑没用的聊？或许这就是我们师徒之间独有的默契吧。世事太苦，相逢又难，不如聊些开心的废话。虽然三土和我聊了那么多，我还是感觉他比以往更沉默了。拜入我桃花山的4个嫡子中，就你让我最省心了。但我担心的是，你思虑过重，来之过重，而给自己增添负担。没事的，师父，马上一切就结束了。归宁，山上的桃花开了，若是闲来无事，就去转转吧。好。谷主，该走了。银票，我要走了。来日回到山中，
记得为我留一壶好酒。好。我多想劝他放下执念与仇恨，多想再见他从前那般无忧无虑的模样，也多想出声唤住他，许下些许诺言。可千言万语到了嘴边，终究已是徒劳。还不打算出来吗？莫非是不想见我这个师傅了？师傅别苛责我了，我嘴笨，向来不会辩解。不见面的时候总有千言万语，真到了这时候还真不知道说啥呢。师傅当年是不是只想收下归宁一个徒弟呢？对啊，我还有些事儿要去处理，师傅你自己坐坐。坐下。多大的人了，还吃醋呢？师傅的话听半截就跑。我当年确实只想收归宁一人为徒，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流落街头不管。那师傅怎么不把我送人？夏掌柜当年不就是被你送到人间？知道的还挺多，从哪里打听到的？夏寒当年是有那条件，我跟夏府的主人关系近，才敢把小孩送到他们夫妇那里。那我师傅人脉有限，轮到你便没这般福气了，只能跟着我进山吃苦。你们姐弟俩着实让为师头疼了许久。归宁是桃花山的有缘人，但我陈军的徒弟，你们二人都是。我有师傅这句话就足够了。师傅，我还以为你不认我了呢。怎么会？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徒弟。我发现，怎么我一说起过往旧事，你回应总是慢吞吞的，仿佛在一点点捡拾散落的记忆碎片。你是不是一直在强行封存，刻意压抑从前的过往？没有，师傅，我记性不太好，你知道的。在幽冥堂的这些年，我为博取分堂主信任，也为向谭渊复仇，只能拼命往上爬，一刻不停，步步攀升。在1年之内，我贯通了幽冥堂18门功法，又花了数年时间，让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部消失，最终开始向我的父亲复仇。好，好，好，天不负我谭渊，没了一个儿子，又为我送来一个。你和我年轻时太像了，一身傲气，性子狠戾，向来唯我独尊。我们不一样。你错了，我们就是一样的人。一旦坐上这个位置，便没有谭渊，也不会有谭放。身为幽冥堂堂主，要做的只有2件事：兴盛幽冥，覆灭天际。那时长夜还在想，他怎么可能对归宁刀剑相向？直到他推开那扇早已为他备好的宿命之门，无人知晓门后他历尽何等炼狱沉浮。只知当他再度踏出那扇门时，世间再无少年沈长夜，从此只剩幽冥堂堂主谭放。我知道师父此番亲临魔域的心思，定然是想劝我们姐弟不要再这般针锋相对，争个你死我活，所以你才在这里等候归宁，又静静等着我。但是师父，对不起啊，我已经是幽冥堂的堂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故事本该落得一个圆满结局，倘若归宁放下复仇执念，长夜也不再执念权势恩怨，天禁谷与幽冥堂放下世代仇离，把酒言欢，握手言和，那所有的结局是不是就都会不一样了？曾经让他们离山是多么幼稚的行为啊，导致了现在这样。我早就看到结局了。仙人，是不是该吃药了？你说，人为何要互相残害呢？你的3弟子的做法我能理解。假如某个势力害得我家破人亡，那我不管这个势力的继承人曾经与我多么亲近，我也要挥刀向前。至于你那4弟子啊，情况挺复杂的。我有个朋友跟他特别像，从小没依靠，家里就嫡子对他还行，供他吃穿，还总帮他撑腰。后来呢？后来啊，他野心大了，想当家主，但是发现这个嫡子是他最大的绊脚石，他毫不犹豫地把他刀了。人心易变，你的那位4弟子下山到如今已经有10余年了吧？别说10余年，就算是1、2年、1、2天，人也是说变就变，和天边的云一样。人真的这么容易改变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新娘子早就疯了，她一直骗自己没出嫁，夫君也没有离世，只当是迎娶的花轿还没抬到家门口。
所以才迟迟见不到他。堂主，我们都清楚您和沈谷主同出一门，往日里难免顾及几分同门情分。可幽冥堂与天境谷本就是世仇死敌，堂里上下弟兄，谁跟天境谷没有血海深仇？我爷爷是被天境谷的人害死的，我的青梅也遭了他们的毒手。堂主对我们有恩，我们也不想让您左右为难。可只要天境谷一日不灭，枉死的亡魂就无法安息，我们这些活人也愧对先人。天境谷与幽冥堂的仇怨由来已久，至于最初是谁挑事，谁先失了规矩，早已无从追究，也不再重要。重要不是结下恩怨，而是积下恩怨。血债如山似海，沉甸甸地压在肩头。好了，我废话完了，现在堂主杀我吧，死而无憾。忠言逆耳，杀你作甚？留着一条命为幽冥堂效力吧。以往那些偷袭只是我做做样子，我无法狠下心去暗杀他。而现在伤口传来的隐痛和部下们悲痛愤怒的神情，都在说明沈归宁已经决定不再顾及一丝一毫的姐弟之情。原来归宁你真的这么恨我，未能报复给我的父亲，就要负债自查吗？堂主，把消息封死，不要让旁人知晓我受伤之事，尤其是桃花山。是。天境谷先发制人，幽冥堂自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到1年半，我的左使被分尸锁魂，装在锦盒里，被送到我的面前。不要有人打扰我，在我还未接任谷主之时，是你一路扶持，陪着我一步步站稳脚跟，待我如同至亲一般，怎么连句道别都来不及说，你就这般匆匆离去了？这是你逼我的。师傅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魔域妖气重，来这一趟真难。师傅快请坐，我备了好酒，您尝尝。这别院的花全是照着桃花山的模样栽种的，只是我手脚笨拙，半点养花的天分也没有，也就师傅和姐姐能把这些花草照料得好好的。我想起在山上，我刚学会爬树那天，恨不得把半座山的树都爬个遍。姐姐虽然不耐烦，不过还是一直跟着我。还记得有一次我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，本以为会摔得生疼，结果预想中的疼痛一点都没有，原来是姐姐纵身接住了我。那之后姐姐的胳膊整整7天都没法正常动弹，这件事我一辈子都忘不掉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从一开始，你给我下的是毒吧？没用的，归宁，我知道你擅长使毒，所以早有防备。有用，不是从今日才开始下的。我6岁那年，拾起飘落的梨花，放进水壶里递给你，你向来全然信我，毫无顾忌便饮了下去。你晕倒了，我就安安静静陪坐在你身边。我在想，你是仇人的儿子，我该不该救你？但是你在无意识的状态下，归宁姐姐，归宁姐姐，也要叫我的名字。我手心不停出汗，最后还是起身去做了解药。当你睁开那眼睛朦胧地望向我时，我忍不住流泪了。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哭，是没有成功的悔恨，还是救下了毫无血缘的弟弟而欢喜？我也不知道。在之后的岁月里，我不止一次地对你下过梨花落，而每一次我都会后悔，再用解药将你救回。我甚至厌恶自己，厌恶这颗摇摆不定的心。后来你决意下山，我便不必再恪守昔日承诺，能将你堂堂正正视作仇敌，不再心绪徘徊，是我一幸。得以大仇得报，亲眼见你殒命于我面前，又是一幸。归宁，既然是幸事，又何必泪落？我早已历经无数明枪暗箭，我心知其中几次都和他脱不了干系，却一直无暇抽身与他计较，直至谭渊离世，我才真正把从前的弟弟和幽冥堂彻底画上等号。梨花落的毒是在很多年之后重新启用的。是苏天河吧？起初我始终看不懂苏天河的心思，苏家世代效忠天境谷，为何反倒出手秀助世仇？我如今总算明白了，苏家的野心实在是，我只是不解。既然如此，你又何必亲自？因为我想亲自与你道别。道别？
你时隔多年，还能再看到你露出这般神情，真是难得。看来任凭岁月流转，弟弟终究还是会被姐姐拿捏得团团转。我说我做了一个承诺，上山时有其一，下山后有其一。什么承诺？你若下山，我杀你；你若死，我也绝不独活。姐姐，我累了。坐上那个位置，台子垫得高高的，双肩的担子压得死死的。你后悔过吗？起初下山，只为求长生，护姐姐与师父。后来才知，我与姐姐本是世仇，走到最后，满身心不由己，满腹有苦难言，早已离最初的本心越走越远。最初的誓言早已模糊得如同一句梦语。我时常回想，甚至忍不住暗自质疑自己是否真的许下过那般诺言。庄周梦蝶，分不清到底是山间岁月的安然闲适为真，还是山外江湖的杀伐纷争为实。而我早已彻底分辨不清。弟弟，姐姐，我累了，睡吧。长夜，所有夙愿、江湖仇杀都就此落幕。闭上眼，就此了结这一切吧。下辈子做个普通人吧。当当当当！哇，是兔子花灯，谢谢姐姐。哪里来的小丫头？赶紧给大爷让开！哟呵，哪儿来的小毛孩想逞英雄？不许欺负我姐姐！有我呢，姐姐。陈军哥哥，我姐姐带着我流浪许久。你为什么也要回来？弟弟，怎么三处四队这么久都没消息了？看来是忘记我这个师傅了。仙人，有你的信。你吃了吗？先进来坐坐吧。没吃。你这信里有夹吃的吗？信里怎么夹吃的？仙人还不拆信吗？信放着就放着，又不会丢。可是这是你三弟子最后留下来的东西，你真的不想知道他想说什么吗？别再说了，我不识字。我认识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可会念信了，我还会大象话。罢了罢了，我拆开便是。我是一个懦弱的人，出生是我人生第一件无法自己抉择的事。懵懂稚童却背负血海深仇，降生到什么样的家庭，拥有什么样的双亲，这样的事我很无力。但路是要自己走的，复仇或者释怀，我心向后者，可脚下的路却总是延伸至前者，如浮萍般徘徊游弋，被雨水拍打，被航流推送。如果你问我走上复仇的路是否后悔，我想我会回答你，后悔。我是一件清醒的懦夫，恰似芸芸众生。苏天河是个野心很大的人，我看穿了他的目的，但没有阻止。等我和长夜一起离去，剩下的就结束了。为了这个位子，付出颇多，搭上了无数条性命，这么艰辛的得来，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？我不是为了这个位子，我想要改变天境谷幽冥互相消耗的局势。我走了，就替我照顾好师父吧。
爱与恨，泪与苦，世代的恩怨，我希望都这里终结。所以我去见了长夜最后一面。出发前我服下了梨花落，我想着若是死在半路也好，无非是长夜捡了一条命，若是没死，计划继续执行，我与他携手赴黄泉，这样也好。下毒的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，我假扮成你的模样，很可惜被长夜一眼拆穿了。他陪着我演了许久的戏，就像我们小时候玩闹，我们两个将死之人苟延残喘聊了许久，多少年不曾有这样的时光呢？于是我做了个决定，我要背着长夜去那座山。长夜，我们坐船回家，顺江而下，总有个去处，撑不住了就随波流去，枕着这一江星河也不算亏。船家，停一停！大晚上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多谢姑娘，我从青楼逃出来的，卖身不卖艺，说反了，卖艺不卖身。那你带乐器了吗？给我奏一曲吧。加钱的话，我还有手弹肚皮的压箱绝活。收手吧，那就一起走吧。朋友一生一起走。那些姑娘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不知道，船到哪儿就是哪儿。这是死了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好。我的故事很长很长，不知是否因为一颗心早已过载，总想着对谁诉说。我与他讲了梨花村，讲了桃花山，我提起老仆、秀才、左史，还有养父母、谭家、幽冥堂。最后的最后，我才与他讲起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，我的师父，我的弟弟。唉，我的师父像炸破云层的天光，驱散了我前面人生的阴翳和不幸。在桃花山啊，是我一生中最欢悦的时光，没有之一。然后我提到了长夜、谭放、幽冥堂堂主，一时间我不知该如何称呼他，我只能把一切过往一股脑地倾倒而出，好的坏的混在一起，早已分不出彼此。说到最后，我的眼眶渐渐热了，但对面的女子哭得比我还伤心，她哭得有些可爱，我反而止住泪意，心中却又有一丝宽慰。原来弥留之际，还能有人为我为四堆这样难过。你有什么心愿未了吗？拿人钱财替人办事，你不看我表演节目，我总得为你做些什么吧？也好，那到时你将我与他的尸体带回梨花村吧，最后再把这封信送到桃花山的仙人陈君手中。好了，现在你可以安心赴死了。繁星相嵌在天际，落进眼底，坠入江流。我仿佛也与他们为为一体。师父，你经常挂在嘴边的万物与我其一，是否就这般感受呢？我从不失信于人，一定把事办妥。可你为何不回去，而选择葬在梨花村呢？桃花山已经很拥挤了。你口中那么美的桃花山，竟然是个乱葬岗！桃花山那么广袤，怎会安葬不了2个异乡的人？我只是顾及那山上的仙人，不想他的心承载太多。我想，只要不见遗骸，或许你的难过就会减轻些许。我忘记给自己挖个坑了，你到了之后，若是发现那坟塞不进去2个人，就把我俩烧了，封在坛子里放进去。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这门手艺也是我的独门绝活之一。我们不说包，我们说势在必得。归宁伯、长夜落，恩怨终所散。我和长夜走后，还请师父多多珍重，不必过分哀伤。我2人已经了却因果，是时候终结此生一梦。我的一生有悔有愁有恨，却也有幸。1幸遇梨花，2幸见长夜，3幸入桃山。无憾，无憾。若你听见有风穿林，正是我们归来了。莫要思念追忆，就把它当作又一度相逢吧。
你不是在他那里听过一次吗？怎么又哭成这样？我难过啊！你怎么都不哭的？放我一个人好多尴尬。有些事一开始预料得到结局。姐弟俩好苦，你以后就不要收徒了，被迫一次次送别自己的徒弟，想想就好伤心。仙人你也苦。所有人的结局都注定了死亡，难道因为结局已定就不活下去了吗？但是你有的选呀，你是长生者，只要不理会红尘世俗，此生不就可以逍遥快活了吗？快活吗？我可以把功法教教，学会了就一脚踹出山门外，从此生死、贫贱、恩仇都是他们自己的事。我是从人修来的仙，没有经过残酷的天劫，被系统眷顾着，可我总是有着千丝万缕、割舍不断的情谊。我从来没有后悔与我的弟子相遇，每一个都是。他们都是背负着使命降生的，我不能强行挽留。人生如逆旅，我也不过是他们一生中的匆匆过客，可他们每一个在我这里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天赐我长生，只要我活着，他们也会一并与山长存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大致也明白了些许。我大概明白，为何小舟上的沈归宁会如此眷恋这处风土，连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念叨着这座山。我想好了，我也要留下来。不忠？为啥不忠？就要拜你为师，我很有天赋的。我这人不轻易收徒的。那你收徒有何标准？天意。看什么天意？我看就是凭心情罢了，不收算了，我还不惜的拜呢。错过了我这等天赋异禀的修真持才，仙人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。门在那儿，慢走不送。30秒河东，30秒河西，莫欺少女求，马上你就会求着我了。哼！慢着，莫非是仙人回心转意了？麻烦帮我把垃圾顺手带出去下。哼，12影卫之首吗？收他为徒还是看天意吧。哈哈哈，我果然与他还是无缘啊！我和他果然还是没有缘分。不收，我收还不行吗？别垫了。切，不收就不收，此处不留奶，自有留奶处。等找个机会去他家蹭个饭，把他家大米都吃光。先吃几个桃，垫吧垫吧。嘿，啊！当我弟子不成，还要偷我家桃？哼，你不是不想收吗？拿你个桃都不行，真小气。那我问你，你是想当我徒弟，还是想偷我桃？那我问你，你要是想当我徒弟，那桃就是你的；你要是想偷桃，那你就是贼。那我问你，师傅，我感觉你脑袋是尖尖的，不是说宁愿捡石头也不要收我为徒吗？后悔了吧？我只说收徒看天意，刚才天意到了。罢了罢了，我也想要将来有人能一直记得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做你的徒弟吧。你勉为其难，我还求之不得呢。你求啥？求你放过我。走嘛走嘛，师傅咱不是要回山吗？快走呀！师傅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。我叫陈君。是谦谦君子的君吗？是雷霆万钧的钧。哦，我没文化，没怎么听过。那你念诗还念得那么溜？那是以前有人逼我识字，识字太痛苦了，我恨不得把那些书都吃了。徒弟，安心，师傅不会逼你做你不喜欢的事。太好了，看来是来对地方了。师傅，现在去哪儿呢？先带你见下你的师兄师姐。原来我还有师兄师姐啊，他们在哪里啊？你随我来，来，见见你的师兄师姐。师傅，我还有些事，先走一步。走什么？不是说好了要拜师吗？来的时候也没人跟我说你们桃花山的徒弟都是埋在土里的呀，要不你还是把我当块石头扔了。不行，上了我这山可没那么容易下去。行吧，那君君你能不能先把我的衣服放开？哦，忘记了，一狗二鸭三土四堆，那你就叫五花吧。五花？怎么像道菜名？因为中午刚吃的五花肉。嘿嘿。你来我桃花山，为师绝不会让你白来，自然是要教你功法。师傅这里有2部功法，但是你的身子特殊，不能修炼过度。
小花，修与不修，现在你自己决定。师傅，我尚有多少年月能活？你身体里被埋了蛊虫，若是不过度消耗灵力，能活到55岁。如何称得上过度消耗？好比是露天放置的一缸水，晨间取一瓢，夜里再续上。你若仅仅日常克制的休息，自然无大碍。但如果你要与人厮杀、斗法、复仇，短时间内快速抽空缸里的水，又续不及，那么寿命就要短上几载。几载？20载。我选择活到55岁。我要活到55岁。你是懂养生的，活到55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死了啊。那你前面55年干嘛？活着啊。那你活到55省下来的时间，不就可以去活到110了吗？师傅，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你的心中没有执念？师傅，数数我啊，背上没那么多血海深仇，真的背不动。难道唯独心有执念之人，方可入此山门吗？你们一个个当初上山的时候说的都蛮动听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总归是要离开此地，拦都拦不住。你这口吻可太哀怨了呀！怎么？难道师兄师姐们骗身骗心了？骗身骗心？那倒没有，骗吃骗喝倒是真的。也罢，既然这是你的抉择，为师便不多言。小花，听好了，为师要传给你的第一本功法，名为焚玉。师傅，这个我会。你会？会啊。小花，听好了，为师要传给你的第一本功法，名为通幽。刚刚不是第一本吗？还有，为什么每次都要从裤裆里拿出来啊？那不是你会吗？那不是师傅没口袋吗？转世之人，魂魄不全者，均不可见。那师傅你岂不是能见到师兄师姐他们？为师也是第一次见这本秘籍。那师傅，要不你学会了再教我？你是懂省事的。不过通幽是什么功法？还真没听过哎。习得此术，你就可以沟通此岸和彼岸，差使亡魂，当然也可见到故去的人。什么故人都能见吗？那得看人家愿不愿意给你开门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负责给你喊加油，你每学会一页，我就在旁边喊师傅最棒。那我要你这徒弟还有什么价值？不懂了吧？情绪价值也是价值。还是你学吧，你会了，师傅便会了。这是啥道理呢？天意如此。哪里有徒弟反着来教师傅的？这样吧，师傅，我们一起琢磨琢磨。你琢磨，我休息。那你不还是偷懒吗？